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小车，奇瑞瑞虎 5X。先看钥匙啊，瑞虎系列的这个钥匙沉甸甸的，很有分量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解锁。OK， 为了方便观看，还是第一视角给大家讲解一下。奇瑞瑞虎 5X 24年是有3个版本的，但是有2个是 1.5 升的，一个 1.5T 的。今天要给大家看的是25款的，托点关系搞到的全新的25款的瑞虎 5X 高能版。为什么叫高能版呢？因为它全系3个版本全部更新为 1.5T 加9档 CVT。先来看一下外观吧，我觉得外观升级才是它最大的一个亮点。首先，它整个外观是变得更加运动了，可以看到它前脸的变化还是非常大的。跟老款比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这个设计会更像欧盟达的那种设计，但是没有那么夸张，因为它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， 所以它的这个会更加的小巧。你看设计前脸的这一块，中网这一块设计，这种银饰的饰条还是挺好看的。这个是通的，因为它是油车啊。然后奇瑞的这个新标啊，特别大特别大。还有就是它这个分体式大灯，它跟上面的这个日行灯是分开的。这一段日行灯，因为我拍摄的原因，所以它现在在闪。上面的这个是远光，这个是近光灯。下面还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估计后期是能加装的，应该是一个转向辅助灯或者是前雾灯，这个就不是很清楚了。反正整个前脸我感觉就是相较于老款会更加精致了不少。大家觉得呢？这个前脸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 OK， 我们接着往下来到侧面，因为它整个外观更新的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整个侧面和老款比起来也是非常不一样。主要就是运动的取向，你看后面的这个小溜背真的太好看了。而且它的售价优惠完，我这个今天拿到的应该是最顶配的那个版本，我估计到时候的售价落地肯定是在10万内的，再加上置换补贴或者是什么补贴之类的，会更加的便宜。整个后面这个溜背非常好看，之前就是很像一个 SUV， 是这种的，很直，但是现在它做了一个这种小溜。而且看后面，你觉得是不是一个贯穿式尾灯？就是它的造型很像贯穿式尾灯，但是它不是，它中间是不亮的啊！我这个大灯已经打开了，它这个中间还是没有亮，只有这一块有这种竖条的，它总共6个，然后这边有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这种阶梯式的这种排布，然后上面这一块就是它的转向灯啊，整个尾部。我觉得尾部相较于前脸的话可能差点意思，但是你看这样拍出来还是很好看的。包括你线下看车，虽然它这个车是一个紧凑型的，但是这个外观我觉得我还是挺喜欢的，就蛮好看的那种。上面这个小尾翼它还给你做了这种导风槽的处理，其实这更多的是一个装饰吧，它也能提供一些下压力，但是它更多的是一个装饰。中间这一块就是它的高位刹车灯，上面这个鲨鱼鳍，还有下面这种仿真的，对吧？假排气口，因为它的排气口在下面嘛。它现在基本上都是做了隐藏，就是我觉得有一点不好的，就是它后面的这个雷达的这个区域，你看到吗？4个哈，它侧边是没有的，所以你侧边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倒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。好了，那么这样的一个尾部，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再来看一下轮胎啊，我觉得这个轮毂的样式好像似曾相识啊，特别像奥迪的。然后它用的是一个加通的轮胎 F50， 尺寸是215 60R 17寸的，整个轮胎看起来还是很好看的，这种5辐式的效果我觉得还是可以的，我个人比较喜欢。拉开这个机械式的门把手，首先它就是它的这个内饰啊，更新了这种全新的这种瑞虎系列的内饰，特别像瑞虎7、瑞虎8、瑞虎9之类的，对吧？很像一个大连屏。然后这边的门板啊，这边虽然都是皮质包裹，但是你就不要想它是不是真皮了，就不用考虑了。但是至少它给你做的很好看，包括这个，对吧？这种流线型的这种，就是它已经下放到10万级别以下了，就已经很好了，我觉得这些该有的都有。然后后视镜的这个调节，对吧？灯光啊，对吧？锁，对吧？后窗的这个儿童锁全部都给你了。然后座椅也是一个一体式的这种运动座椅，头枕是不可拆的。啊，还可以，对吧？6项的一个调节，啊，这边还有电动尾门，这边还有一个置物，放点卡片之类的。然后这一块就是一些屏幕的这个亮度的调节，还有音量的这些调节，它这边是有一个触摸板的。好，这是一个
20.5寸的，它是说什么曲面，其实它就是2块屏凑在一起的，但是观感上还是非常好的啊，就是它的清晰度啊，包括它的流畅性啊，还是非常好的。坐到车内，我来详细的给大家说一下其他的吧。就好比这个方向盘，最新的瑞虎系列，它这个不都是用了那种，就是也是这种钢琴烤漆的嘛，它是一个整的一个面板，但是这个它就是分体式的。我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处呢？就是你可以盲操，因为它每一个面板它就是一块，你看到没有？它就是一小块。刚刚我开了一段时间啊，我觉得它这个 1.5T 加9 CVT 的这个动力还是够的，但是 CVT 嘛，大家都知道，就是动力来的不是那么的快，然后加速感还是有，切换成运动模式加速感还是有，但是低速的时候是稍微，就如果你踩的多了，它就会有点冲。如果你踩的少了嘛，它又不走，就你特别要对自己的脚法就是控制的特别精准，才让它的动力非常平顺。那 CVT 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比较省油嘛。接着往下看吧，它这些挡把啊，这些设计，你看都是这种瑞虎系列的啊。就你感觉坐在这个车内，包括看看这个车的外观，你就觉得这个车它不像10万级别以下的，它甚至也就7、8万块钱，对吧？它现在的售价，如果真是上市之后，就感觉花小钱办大事的感觉还是不错的。我唯一不太喜欢的就是这个还是老生常谈吧，就空调的这些按键啊，如果把它换成实体的，我会更加喜欢啊。我还是不喜欢这种面板式的。反正它的语音也是很好用的嘛。我们来试一下。嘿，小齐，请说吧。导航去万达广场。找到第一个结果，选择第几？好的，即将导航。开始导航。你看还是非常好用的，基本上你就说了就可以让它完成这个指令。我休息去了。我觉得还是可以的啊，这样的一个表现在10万级以下这个区间，我觉得已经够了。然后上面就是一个这种手动的防眩目的，这边好像是一个摄像头，我从外面看的时候这边还有灯在这，还有一个电动的车窗，也是可以打开的，我看能不能全开。可以，可以，这就是全开了，把它放回来。但是这个遮阳帘是手动的啊，一体式的座椅，包括它这个是可以调的。然后就是中控这一块吧，放个手机，对吧？这边你看 USB、Type-C 都有，而且这是一个面板，可以拉开关上，水杯架也特别的大。刚才我放了一个大屏的茶派，也是可以放得下的。这边挡把，对吧？瑞虎系列的这种挡把，挂档你踩着刹车直接挂就行啊，直接这样挂就可以。这边还有灯的这种提示，对吧？就它的细节做的还是很到位的。这边就是我记得这个是手动挡吧，还是什么？对 ，M 手动挡，就是它不需要这样啊，你只需要直接挂就行。然后看一下它的这个360影像，清晰度还可以吧？开个3D， 这样，那流畅性也还可以啊。下面这一块就是它的模式啊，这个旋钮就是它的模式调节。对，他就喜欢搞这个，搞这个那个。已进入运动模式。搞这个音效也是提醒你吧。这边还有一个调节音量的，我觉得这个也很好啊。就你开车的时候，对吧？你直接调或者这边也能调，都能调。你看在这边，车辆的设置、地图，然后这个也是影像，就是快捷键，这还有自动驻车，但是要系好安全带才可以用啊。这边就是它的手刹嘛，放了，拉上，对吧？这些东西都是给你配着的，而不是像有些车给你，对吧？弄掉。双闪的位置它为了让它对称这一块，它把双闪放这。其实我觉得放这按起来好按一点。然后这边也是这种面板，这边还有一个储藏空间，这空间还可以啊。这边挂钩，奇瑞的车嘛，一般都细节上这些东西都会给你的。然后顶上这一块的话，这是也是有灯的啊，该有的都有。我接着来后排体验一下吧。我觉得这个前排已经看得差不多了，包括门板这一块。后排的话，我刚才坐的话，基本上就是我的一个驾驶的坐姿啊。
我们一镜到底来后排。毕竟它是一个紧凑型的 SUV 啊，就是你不要想着后排能有多大的空间。好，直接坐进来吧。我往后倒了之后，大概有1拳吧，我1.7米，对吧？1拳，反正用肯定是够用的，用肯定没问题。后边的话就是有一个储物加一个 USB 空调出风口，这是有的，反正还可以吧，我觉得这个价位。然后下面的这个地台大概2到3厘米吧，反正如果你坐在中间的话也还好，脚大概是这么一个状态，我觉得不会很难过，不会像那种轿车的那种特别高10几厘米的那种很难受啊。可以，就头部空间可能稍微要局促一点，头部空间1拳，对吧？可能4指这样子，头部要稍微局促一点。然后上面这一块就是它的后排的这个灯，阅读灯也是在中间这一块，在这边把手，对吧？后面其实就没有太多可以讲的了。再这样一镜扫一下前排，可以吧？这个内饰相较于老款的那种，对吧？很老的那种，那它这个很新。看，这样拍的话，我都不知道我坐在瑞虎几里面。哎呀，来，接着往下看，这个，哎，放倒46比例的一个放倒，放倒了之后，这边是有一点点坡度的，但是还可以啊。这个长度我觉得应该有个1.56米左右，在这个 E 和 R 的这个中间一按，它是一个电尾啊，所以我就说它是一个25款的最高配嘛，因为它配置比较多，360啊、电尾啊这些都是有的。可以看到是有一点坡度，然后稍微有一点高度，不是纯平的。然后这个拉开，它下面也是有一个空间的，你把这个板拿掉，你看这个空间还是可以的吧？然后它这个车虽然便宜，但是你看备胎什么的都是有的啊，很良心。突然发现啊，它这边还是双液压的这个撑杆啊，10万以下的车还没给你配这个，奇瑞真的够的了。上面还有这种隔音的材质，而且这款车它也是5星安全认证啊，80%的超高强度钢，安全你可以永远相信奇瑞。而且它还支持 CarPlay 啊，这一点就非常好啊，平常放点歌啊、导个航啊也是非常方便的。不只是支持 CarPlay 啊，它还有华为的这个 HiCam，这2个都是支持的，手机互联还是挺不错的。全新的这种瑞虎5X，反正我试完之后，我觉得它绝对算得上是一辆好车。驾驶感受的话，我刚才开的时候是用的运动模式，就是油门不太好控制，就你踩多了吧，它就有点窜，尤其在起步的时候。如果你踩少的话，它有可能是不走的。但是如果你控制好你的右脚，对吧？黄金右脚，慢慢的踩，它就会很顺。因为 CVT 它的优点就是顺和省油嘛，所以顺和省油，它乘坐和驾驶体验就会很好。可能是我不太适应这种 CVT 的驾驶。还有就是它前麦弗逊的独立悬挂，后这种非独立的悬挂，坐起来的话，如果路况不是很好，刚才走了一段很破的路，它就会有点颠，有点硬。但是我觉得这个价位它就是这个样子的，对吧？你没有办法去，对吧？一分钱一分货，你真的不能说你用10万的这种预算去够100万的这种车的这个标准，那肯定是不行的。但是我绝对可以担保这个车，它10万不到的这个售价，给你的体验，包括整个外观设计、内饰设计、驾驶体验都是非常好的。反正我个人还是挺推荐这种紧凑型的 SUV。我觉得奇瑞做的还不错，他还是没有放弃，他还是在坚持的做油车还有电的这种，反正这款车还是不错的，我强烈建议大家去试一试。